路飞万万想不到，自己与女帝重逢的地方竟然是泡澡池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两人见面的时候永远是那么坦诚，所以这对官配 CP 是一起泡澡泡出来的情谊吗？能看到这样火爆的画面，还要多亏最强赏金猎人希德尔的助攻呢。这天，庆典大师菲斯塔给他们村号称第一赏金猎人的希德尔打电话，他说魔鬼后裔巴雷特要去海贼万博会了，而且据说万博会里各大海贼团的头都会去，赏金可是突破100亿啊！一听巴雷特要来万博会，原本毫无兴趣的希德尔一下就精神了，终于又嚣张地放出话来。菲斯塔还说，万博会上不只有巴雷特，还有价值15亿赏金的路飞和他的草帽团呢。希德尔哈哈大笑，他表示草帽团恐怕去不了万博会了，因为他现在正在追杀草帽团呢。菲斯塔有点着急了，你可别把路飞打死呀，他们草帽团可是万博会上的主角呢。希德尔的口气比脚气还大。此时草帽团正跟希德尔的人交手，希德尔公会的人全员都乘坐着碳酸飞行器，在天空如同苍蝇一样的飞行。他们绕着路飞的船没完没了的射击，眼看着一个个激光枪将阳光号射得硝烟四起，乔巴慌忙的到处灭火，可是灭火的速度根本没有敌人点火的速度快，还是路飞的橡胶机关枪管用，一顿老拳就把敌人全都打飞了。山治和布鲁克也配合着路飞一起攻击敌人。布鲁克这一头冰激凌色卷毛真是够少女心的，好在少女心并不影响攻击力，尼可和乌索普也纷纷开出大招，更别提索隆的3刀流大显神威了。可是尽管草帽团的成员都十分厉害，架不住希德尔公会的人太多，打倒一片又上来一批。这时候希德尔公会的重炮队长鱼雷哥和突击队队长卡拉纳赶到了，鱼雷哥射出鱼雷直击阳光号，阳光号中招开始剧烈摇晃，而鱼雷哥的鱼雷没完没了的射过来，那么一看咱还是先撤吧。阳光号如一抹流星消失在了希德尔公会众人的面前。阳光号好不容易逃出重围，劫后余生的草帽团发现前方有一座岛屿，阳光号快速在岛屿上靠岸。大家发现船上已经没有可乐了，要是再遇到危险，大家怎么逃脱呀？路飞自告奋勇要去岛上买，这小岛上全都是碳酸，没准就能买到1大桶可乐呢。于是路飞登上了小岛，他问一个骑着河马的大婶哪里有可乐，大婶表示你要去工厂才能买到1整桶了。不过大婶提醒路飞要小心，那个工厂也是希德尔公会所属的。小岛上的男人们被带到那个工厂就再也没回来了。路飞自然是明知山有虎，偏要去明知山的。他往工厂慢慢走着，迎面就遇到了刚才的鱼雷哥。鱼雷哥一声令下，希德尔公会的千军万马骑着河马就冲下来了。路飞只好左躲右闪，躲避那些激光枪的射击。鱼雷哥拿出2个大炮筒，崖下自有小水潭，水潭里自有大美女。路飞一路颠沛流离，就是为了这一刻呀。在氤氲的水汽中，两人就这么互相对望，镜头的旋转让人闻到了一种偶像剧独有的恋爱酸臭味。女帝看到路飞，激动的双颊绯红啊！能在这里重逢，太有戏剧性了，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缘分啊！路飞表示，我只是来买1桶可乐。女帝更高兴了。就在两人情意绵绵的时候，希德尔公会的碳酸部队又冲了进来。女帝的2妹3妹守在浴池外面，他们可不会让那些臭男人破坏他们女帝大人的沐浴。不过鱼雷哥双枪的力量，2妹3妹也挡不住，连浴室的外墙都被崩碎了。路飞一看，一群臭男人想看我女帝沐浴是绝对不行的，他立刻开启护气模式，站到女帝身前，为她挡住了鱼雷哥的攻击。看着男友力爆棚的路飞，女帝的一颗心都化了，她直接不穿衣就站了起来。不愧是世界第1美女，她的绝世好身材让鱼雷哥等一众士兵瞬间变身花痴，暂时丧失战斗力。路飞趁机发难，一通仙胶拳将人打飞，女帝也使出俘虏之剑，将剩下的士兵统统石化。这时候女帝的姐妹和扭婆婆也来了，她们带来了女帝大人的衣服。眼看福利消失，鱼雷哥恼羞成怒，化悲愤为力量，释放出超高浓度的碳酸瓦斯。女帝在瓦斯中无法呼吸，被路飞及时救了出来。
路飞带着女帝逃走，他知道路飞要用可乐，就带着路飞潜伏到了希德尔的工厂附近。路上，女帝说还以为在万博会之前见不到路飞了。路飞一脸懵逼，是我2G 上网掉线了吗？什么是万博会？女帝就简单给路飞介绍了一下万博会资料。路飞听了很感兴趣，决定跟女帝一起去凑热闹。两人赶紧赶往工厂拿可乐。这时候希德尔终于出现了，他一拳就把地面砸出一个大坑，那威力堪比小型陨石，把女帝当场震晕。这把女帝削弱太多了吧？希德尔说这就是碳酸的力量，而且今天路飞也好，这个女海贼也罢，你们的人头就是我希德尔的。路飞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希德尔的碳酸兵包围了。希德尔冲着路飞就飞了过来，路飞赶紧使出武装色霸气挡住这拳。这次剧烈的冲击也引发了巨大的震动，在远处打小兵的索隆等人察觉到不对劲儿，路飞肯定跟大 boss 打起来了。不知道路飞是不是需要兄弟们的支持？看来大家要赶紧解决掉那些碳酸兵，然后去帮路飞了。听到这话，碳酸兵们吓得当场跪下，他们连声说自己也不是希德尔工会的人，只是被抓过去强行加入军队的，还请恩人们把我们解救出去啊！怪不得岛上的男人们都无故失踪呢，原来都是被抓去充军了。此时路飞跟希德尔正你一拳我一拳打得火热，路飞一拳砸下被希德尔接住，希德尔不忘夸奖一句，不愧是15亿赏金的海贼，还真挺厉害的。只不过他第一赏金猎人不怕。路飞使出机关枪，希德尔庞大的身子左躲右闪，顺利避开了机关枪射击。轮到希德尔攻击，他一拳砸过来，路飞使出橡胶肚子接住了这一拳，并成功将希德尔反弹回去。这时候卡拉娜出现了，女帝悠悠转醒，一看到卡拉娜急了，她不会让任何女性欺负路飞的。眼看一波碳酸士兵冲了过来，女帝射出无数小心心，将他们变成了石头人。不过卡拉娜身手灵活，躲开了女帝的绝招。女帝使出稳枪，一个个小心心飞向卡拉娜。卡拉娜的碳酸流水剑攻击力也是十分强悍，轻轻一甩就将石头地面砸出了沟壑。女帝可不敢沾流水剑的边。另一边，被路飞打出去的希德尔从石头里爬出来，就开始忆往昔悲惨岁月。他痛恨路飞这种能力者海贼，因为当年他亲眼看到巴雷特大杀四方，他从尸体堆里爬出来就发了一个毒誓，他今天必然不能放路飞活着离开这里。而这时候卡拉娜被女帝一脚踢到希德尔的身边，女帝的姐妹们也赶来了战场，女帝十分欣慰，队伍终于壮大了。这时候鱼雷哥也赶来支援希德尔，双方再次势均力敌。可是希德尔却不想恋战，他带着2个手下回到工厂里，打算启动一个超级装备，让路飞等人开个眼。路飞等人自然是不会让他们踏踏实实回去的，为保大业能成，鱼雷哥和卡拉娜在外面迎战路飞等人，让老大希德尔自己回去启动装备。女帝也表示外面有我们，路飞还是要去对付希德尔才行。路飞点头，随即追着希德尔跑到了工厂里。路飞一路横冲直撞的进入工厂，吓得碳酸兵们瑟瑟发抖，他们全都匍匐在地，恳求路飞救他们出去。路飞恻隐之心顿生，说什么要把这些人救了。这时候穿上装备的希德尔出现了，他说自己虽然没有能力，但是碳酸的力量是无穷的，所以他利用碳酸的力量做了这套装备，就是为了对付巴雷特的。今天就先让路飞练练手了。路飞刚刚狼狈地爬起来，希德尔运足力气再次向路飞冲了过来。此时在外面，鱼雷哥和卡拉娜与女帝一行人打得也正激烈，女帝的方向脚踹在鱼雷哥脸上，鱼雷哥被女神打了幸福的石化。卡拉娜一看急了，他挥舞着流水剑砍向女帝，却不料女帝的腿太长了，流水剑还没砍到她身上，卡拉娜就被女帝的脚踢中石化了。果然是1寸长1寸强啊！外面的战斗已经结束，就等里边路飞打败希德尔了。此时工厂里，路飞使出2档橡胶机关枪，可暴雨一般的拳头似乎完全无法打到希德尔，反而被希德尔再次击飞。希德尔就像砸年糕一样，一拳拳砸向路飞。他现在对自己的新装备十分满意，等到万博会的时候，他一定能凭借这套装备大杀特杀，不管是巴雷特还是其他海贼，都会死在他的碳酸拳头下。在他看来，海贼就是给他送赏金的废物罢了。路飞爬了起来，希德尔一拳再次砸来，路飞闪身躲开，他跳到空中，开启3档手臂，武装色霸气，橡胶像枪。路飞的巨大拳头与希德尔的拳头对在一起，现在就是比拼信念的时候了。路飞不相信一个没有信念的希德尔能战胜自己。这一下，希德尔终于被打得爬不起来了，他还爆出了一张万博会门票，这下路飞也能去万博会了。搞定了希德尔工会的非法工厂，路飞等人1分钱没花就得到了大量可乐。岛上那些石化的碳酸兵也都被女帝恢复了过来，他们都是岛上无辜的居民。现在希德尔被打败，他们也终于能回家与家人团聚了。
路飞与女帝话别，两人约定万博会再见。阳光号再次回到海上，草帽团的众人看到万博会的请柬都十分感兴趣，大家决定出发去德尔塔岛一探究竟。这时候，其他的超新星们也正朝着万博会的方向前进，他们不知道大 boss 巴雷特正在等着他们，最后的生还者只能是一个人。